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37讲，我们来介绍两个关于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的应用。我们首先的第一个应用是讨论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入和输出电阻。在此前的讨论里，我们往往介绍的是一个一端口网络，它的入端电阻，我们以前叫 Req， 在戴维南定理里我们管它叫 Ri。就指的里面是没有独立源，只有电阻和受控源情况下，从这儿往里看的电阻。那么它可能是加压求流，也可能是加流求压，我们也有可能用开路电压比短路电流的方式。当然，这时候里面就会有独立源情况。这是我们此前所讲的。但是对于实际上更经常见到的信号处理电路，有输入端，有输出端，我们假设信号的流是从左往右流，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需要讨论这样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那所谓的输入电阻是指的从信号处理的信号输入端往输出端看它的入端电阻。那么这个时候呢，输出端有的时候需要接上负载电阻，有的时候呢，索性就把输出端开路。关于这一点，我们等会儿会有讨论。那么所谓它的输出电阻，是指的从输出端往输入端看。当然，这是一个有独立源的一端口网络了。这个时候，我们求它的戴维南等效电阻，定义为它的输出电阻。那我们现在分别从信号源和负载往两侧来看，看我们对这个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输入输出电阻的要求。我们从信号源看，这个电路我们非常熟悉了，需要信号处理电路的输入端获得最大的电压的话，我们就需要它的输入电阻尽可能的大。当然了，信号源的内阻尽可能的小也很好。这是我们从信号源往右看。我们接下来从负载往左看，那这个时候带着信号源、带着信号处理电路的电路就可以等效成一个戴维南电阻。这个电路同样大家非常熟悉。我们想要 UL 上获得最大的电压的话，那当然最好是 RL 尽可能的大。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调整的是 RO 尽可能的小。那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来讲，从电压大小的传输的角度来讲，我们比较希望它能够有较大的输入电阻和较小的输出电阻。当然，我们对于电压型信号处理电路还有很多其他的要求，这一点我们在以后会讲到。